当我们翻开中国文化史，褚遂良的名字总是令人眼前一亮，一代名相，千古流传。他不仅仅是政治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，他更是华夏书法艺术的璀璨星辰，更是跨越千年时光，成为后世书法家临摹撰写的典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安澜，祝大家朝朝如愿，岁岁安澜。我们的视频主要题材包括一些奇闻美景、古书院、古塔、古桥、古村落、名人故居，以及一些几百上千年的古树等历史古遗迹。视频中跟大家讲述这些历史古遗迹背后的真实故事与神话传说。在我身后的这座建筑是为了纪念唐代一代名相褚遂良而建的。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褚遂良一生的传奇故事，来看看这座宫祠长什么样。嗨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到了湖南省湘乡市，这座城市属于湘潭市管辖，属于县级市。今天温度特别高，接近40度的高温，但是挡不住我们来拍这座宫祠。这座宫祠是为了纪念唐代的一代名相褚遂良而兴建的。褚遂良可能大家没有听说过，甚至很少有人知道。但是如果我提到魏征、武则天、唐高宗李治、唐太宗李世民，大家应该知道，褚遂良跟魏征是同一个时代的人物，他在唐太宗面前都属于那种执剑使剑的大臣。关于褚遂良的一生以及他的背后故事，待会儿我们在探访完这座宫祠后，我们再来详细介绍一下褚遂良的传奇一生。好，现在我们下去看看褚遂良宫祠里面的一些古老建筑，看看还能看到有哪些历史古迹。好了，现在我们走到褚遂良宫祠的正门，现在我们面前就是青砖墙，然后上面有一些山水绘画，但是这些山水绘画应该是近几十年绘制上去的。这座宫祠有上千年的历史，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座宫祠经过当地政府文物部门的一个修缮，现在看起来显得比较的美观，而且没有看到太多破损的地方。但是我们能够通过大门这个墙壁，还是能够看到历史斑驳的沧桑感。上面写的是周公祠，而且整个上面的木料非常的古老了。现在目前大门是关闭，现在是中午接近1点钟，工作人员正在休息，等到2点我们再进去参观，再拍这座周公祠里面的一些内景。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座大门前方有2棵这样的罗汉松、迎客松，然后这里修了一个小小的门牌亭，上面写的是湖南省褚遂良书法院。仍然这上面也是一些绘画，山水人文，就是描绘整个湖南湖南省的一个特色。上面还有一些成语谚语的一些图。然后褚遂良宫祠的斜对面
上面有另外2个旅游景点，上面写的是曾国藩生平研究院、曾国藩诗文岛。这2座旅游点呢不远，才1公里到2公里。但是我们今天，因为待会要去拍登山书院，所以时间可能不够，我们就不去。后期的话，我们会去曾国藩故居，到时候再拍视频给大家看。好，现在工作人员把门打开了，我们现在进去参观这座周遂良公祠。现在我们的正前方就是周遂良纪念厅，我们的右手边是周遂良生平厅。站在这座大厅里面，我们属于一进院落。整座周遂良这座公祠，它属于2进院落。每一进院落是有3个天井，每个天井它采用的是这种明沟和暗沟的形式来做一个设计。好，我们先看看周遂良纪念厅，待会儿再去看看周遂良生平厅。周遂良的一个介绍，上面是贞节昭著，两边是2个书童，一男一女，周公祠堂的一个介绍。好，我们先去看看周遂良生平厅关于周遂良的一生。整座大厅它的这种木料结构以及它的建筑风格是仿唐朝的那种格局，高度的话有接近15米高。这座主厅，现在我们来看看周遂良生平厅它的整个一个构造。这里边也是一个暗沟加明沟的飞檐翘角雕梁画栋的这种马头墙，上面都绘饰了一些人物画像，古色古香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看周遂良这位大臣，唐代的一代名相的一些生平事迹。周遂良生于公元596年，逝世于公元658年，唐朝政治家、书法家。隋末跟随薛举为吞噬舍人，后任唐朝谏议大夫、征收令、右仆射等职。唐贞观23年，公元649年，与长孙无忌、滕寿、唐太宗遗诏辅政，辅佐唐高宗李治。但是因为反对唐高宗纳武则天为后，遭贬潭州，也就是今天的长沙。武则天继位以后，再次被贬，直到唐显庆3年，也就是公元658年逝世。这是唐遂良的一个生平简介。这边是唐遂良他们的一个家族的一个介绍。周遂良他是杭州钱塘人，其先祖世居阳朔，也就是今天的河南。至12世祖晋安登将军、扬州都督，然后迁居到了今天的丹阳，也就是今天的安徽。周遂良是生于隋文帝开皇16年。这上面是周遂良的一个家族介绍，上面说的是周遂良
出生于明王贵族书香世家，整个他们家族都是城官。在唐朝建立以后，薛举进军京城长安，也就是周遂良一直在帮台太宗李世民他们家族来推翻秦朝，建立大唐，立下了一些战功。公元621年，周遂良父亲周亮臣成为李世民文学馆国士顾问18学士之一，所以周遂良与魏征能够齐名，成为一代谏臣，一代史谏，也成为唐太宗托孤的一位顾命大臣。但是人善不如天善，他的儿子唐高宗李治太爱武则天了，一门心思要废掉他原有的皇后，坚持立武则天为皇后，导致周遂良始谏不成，最后被武则天夺官去职，罢免，最后流放到一些比较偏远的城市去为官。当然，这位周遂良，这位一代名相，他不单单只是一位非常有理想、有抱负的一位政治家，同时他也是一位书法家。这上面是我刚刚所说的一个历史，就是武则天最后到唐朝后面的皇后，最后成为一代女帝，建立后周的一个过程的介绍。唐朝也正是因为唐高宗李治的不作为以及太宠爱武则天，导致唐朝在征途被武则天篡权，改朝代为后周，也同时让唐朝由盛转衰的一个转折点。武则天这位皇帝虽然是中国历史以来的第一位女皇帝，但是她真的对中国的历史和发展还是起到了一丁点作用，这是我的个人看法。因为毕竟她残杀征良，将自己的儿子一贬而又废，然后对自己的子孙后代，对李家后代的一些子孙啊，所做的一些事情啊，非常可怕。这个玻璃框里面是周遂良庙碑扩片，也就是有1000多年历史的一个碑文里面扩下来的，是一个上千年的文物了。这个玻璃框里面是周遂良他们家族的一个族谱，从荷兰纪开始算，一直算到了杭州。这块玻璃杯里面是周遂良的书法作品，以及现代一些书法家的一些作品。好，我们现在走到后面去看一看。哇哦，这后好大的面天井。是二进院落。这个二进院落呢，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天井，它没有做间隔，它采印的也是明钩，好像没有看到暗钩。它上面用的这些木材啊、雕刻工艺啊，还算是可以，但是对比徽派、闽派、浙派还有赣派这些雕刻技艺啊，还是差得比较远。这个应该只能算是湘派的一种，整体的这种雕刻工艺不是特别的精美。
这些都是后期湖南湘乡本土的一些书法名家在这里面的一些工作室。上面这些雕梁画栋的绘画了一些母慈子孝的一些节选图，上面写的是母子连心，就是寓意妈妈跟儿子之间的一个母慈子孝的这么一个故事。这座天井的面积接近有60-70个方了，这座天井的面积。为什么要建这么大的天井呢？它这边就是天井，在古代它有几个寓意，一个就是肥水不流外人田，第二个就是它可以把雨水储存起来，在那个年代可以洗衣服，可以浇花，可以聚财，有这么多寓意。现在我们看到这上面有一栋建筑，但是现在上不去，已经上锁了，上面写的是凌烟阁。这个古老的建筑应该是做了大面积的一个修缮。当然，如果这些古建筑不修缮的话，我们今天也看不到了，已经成为一堆遗迹了。书都是这样子折起来看的吗？为什么它这个封面和这个书里面的页码都是一样连起来的呢？以前在1000多年以前，爸爸告诉你，古时候的古人，他们读书都是从右往左翻开，他们写字也是从右往左进行书写，这是古人的一个书写习惯。就像现在国外的一些友人，他们写字都是用左手写字，95%以上都是左手写字，只有极少数会用右手写字。而且整块这些玻璃里面都是与朱水良有关的一些石刻碑。这块是2016年维修周公祠发现的一块残碑，但是里面的字迹没有看不见了。这块也是一块圣教序碑，碑刻有成立周公遗书碑记，是明代嘉靖25年，也就是公元1564年的一块碑。这块残碑也是在修缮周公祠的时候找到的，从土里挖出来的。从土里挖出来的呀？真签这块碑我们看不太清，太远不能进去。这上面是写的周随良的简介一生。周随良是初唐政治舞台和书法领域著名的人物，其书体学的是王羲之、欧阳询等名家，能够登堂入室，自成一体，书法妩媚典雅。这是对周随良在书法领域的一个总结以及一些赞美。这边这块是大唐新式，这块碑的话是汉白玉的，这块碑也是复制品。周遂良因劝子唐高宗李治立武则天为皇后，于永徽6年，也就是公元655年9月，被贬为潭州都督，也就是今天的长沙。在湘潭的陶公山由石塔4时，见世宇宏伟，触景生情，面对长安，悲愤交集，于是奋笔题写大唐新式四字，并刻于石匾上，以示康复大唐之意。这个寺又叫唐新寺，这个唐新寺现在复建在姚湾古镇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看对面这座房子里面都有哪些
古迹。哇哦！这是周公祠历史沿革的一个介绍栏。公元1229年的一块碑文，距今现在接近有800年了。上面是清乾隆13年，也就是公元1778年的一块汉白玉石碑，来纪念周公。这块也是汉白玉的石碑，上面完全没有字迹了。这个也是吧？现在看到的这4块汉白玉的石碑没有任何字迹了。这边也是周公祠以前这座公祠的老物件，像这个石墩、石柱，那个是用来，还有这个石槽，进行固定那些柱子的一个结构件。这上面写的是周公祠原师构件，也算是文物了，有1000年的历史了。这只是一个槽，蓄水的槽，这面是一个石鼓、石柱、石墩，是这些文物，在现代来说，看起来平平无奇，但是在文物市场还是不可多得的一块宝物。好了，整个周水梁公祠我们全部走了一遍，面积不大。当然，这座周公祠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个修缮，还有维护，有某些部分进行了一个复建，才有了现在这个规模。整体这座周公祠还算是不错的一座古建筑，大家如果有兴趣，可以到这座周公祠来参观游玩。好了，关于周公祠，我们今天视频就拍到这里。周公祠的正对面就是湘江，在古代是非常方便的，在那个年代，全运业非常发达，水运业所有的一些石料、贵重的东西都要靠水运业来运输。参观完这座周公祠，我仅仅代表我个人的想法来表达一些观点。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这些栋梁之才，没有这些敢于使剑执剑的这位真君爱国的人，那么这个朝代就会走向灭亡，就会走向衰败。周水梁的皇帝唐昭宗李治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，他不听劝解，执意立武则天为皇后，导致大唐的衰落，他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所以我们希望一个国家有更多的人为祖国献言献策，让祖国更加的繁荣昌盛。我们在这里也致敬这位伟大的政治家、一代书法家周公祠。周公周遂良名留千古。希望我们的国家更繁荣昌盛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下期视频我们去拍一拍有几百年的古桥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好，拜拜拜拜。